身体倒是无碍了，但还真是一点灵力都没有。还是从前那个模样，却又看起来如此不同。如今这脸上倒是有了点人的血色，不像从前那般苍白了。想必这一世你在这里做个凡人，会安稳许多吧。我快要死了，天要杀我，可我不想把这条命给他。要是没有那些回忆，你是不是本应该这么自在？这人间的东西这么好吃吗？人间？你想说你不是人啊？你可以把我理解成仙女。你以为凭这种说辞就能引诱顾老？以你现在的水平，不相信很正常。不过有件事我挺好奇的，何事？要怎么引诱你才会上钩呢？大胆！我知道，照你的性格，定是怀疑我有所图谋。不过你现在没了真言之事，我只好慢慢让你相信我了。好啊，那从今往后，你便是顾的燕夫人了。年轻真好，说这种混账话，我看到你这张嫩脸都不会生气。伏天还未到，你就热成这样了？被一个自以为是的混蛋坑害之后，我就成了怕热体质。啊，那个混蛋是谁啊？我说了，你可会替我报仇？可以考虑。这个人可了不得，你惹不起。哦，比姑还要了不得。彼此彼此吧。去燕城明明有大路，为何要走林间啊？你不怕遇上匪徒吗？有你，我还怕匪徒啊？我又不会武功。你不是说你是仙女吗？仙女也不是万能的，否则我有的是法子治你。你别讹人啊，我没动手。与你无关，是姑的头几犯了。你快转过去，我师父是医者，我给你揉揉就好。来，不必，连姑的羽翼都治不好。你快转过去。姑怎会心跳如此之快？难道就这样被他引诱了？不，
定是他施了妖法，要使得孤幻心急。放轻松，别想别的有的没的。城主，城主，快去给我准备一间僻静的厢房。敬您一杯，我再给您满上。来，您真是好酒量，再来一杯吧。爹，我有事想跟你商量。何事啊？我打算马上就带你去古雨屋，盘缠我快要准备好了，您到了安心休养便是。那我们石家的复仇大计，难道你就要弃之而不顾了吗？您常说司马教如何残暴可恶，老想着为死去的哥哥报仇，你也想想还活着的女儿嘛，何必为难我去做那不可能的事情？来，收起你的混账话！你是不是忘了，是谁杀死你的哥哥？是谁把我害成这样？是谁毁了我们石家一门的？我养你这么久了，你居然跟我说我为难你，太让我失望了。爹，我是向着我们的将来。您先跟我走吧，复仇的事，我们慢慢再议。闭嘴！司马教不死，我们就没有将来。爹，不要说了，有这功夫劝我，不如回去好好自己反省一下。阿爷，出事了！我的红罗，收拾好了就走吧。阿燕，不如这样吧，剩下的钱我来出，我那点积蓄全部都给你，应该大差不差了。然后我们一起走。喂，我要是哪天死在这里了，你能不能给我收尸呀？我可不想尸体没人收，到时候被卖给炼尸人，不知道会被他们炼成什么鬼东西。好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叫我阿燕吧。等我攒够了钱，我就带你，还有我爹，我们去古雨屋，自在逍遥一辈子。古雨雾，那可是传说中的地方，我还未曾听过有人去过呢。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，父母是谁，不过有你这样一个知心朋友，我已经知足了。我不支持你支持谁去啊？有你真好，我也算没有食言，对不对？
是那条黑蛇干的。据说是他的2个手下，趁他东城主酒醉胡乱行事，红楼奋力反抗，但终究打不过他们。我就剩你一个朋友了。好好活着。真是这种干我尝尝啊，给，喝点水。真不错啊，你小子藏私货。要吃喝拉撒的抓点紧，咱们还得赶回东城呢。好，走，好嘞，坐吧。哎，手。等回了东城，好酒好肉就有了。哎哥，昨晚那个舞姬也不过如此嘛。就是，若不是他偏要反抗，还能留他条命呢。哼，我当是什么狠角色敢偷袭我们，原来是个毛头小子。说，为什么要对我们出手？因为你们杀了不该杀的人。哦，你是那个舞姬的老相好，来替他报仇的。他几乎是我唯一的爱女，你们夺走了他，便拿命来赔。哼，自不量力。阿弟，失去亲人，感受如何？我杀了你！又要做噩梦。城主，城主，咱不赶时间，我就让弟兄们先回东城了。您先喝口水歇歇。以后我喝酒的时候啊，你拦着我一点，别只顾着自己开心。啊，是，属下昨晚忘形了。有血味儿。啊？何人敢偷袭老子的书典？他娘的！跟我玩这种把戏，这黑蛇什么狗鼻子？我都跑这么远了，还能闻到血腥气。庭燕，竟然是你！
开我！放开我！师祖，放开我！师祖，您看看，我把谁带过来了？司马娇。这什么情况？倒是个送上门的好机会。完了。这下司马娇非得把我挫骨扬灰。你这些年都跟谁在一起？一个叫石千缕的老头，我管他叫爹。石千缕，你叫石千缕爹，他都对你做了什么？给我洗髓，教我杀人。你为什么不回到我身边？我与你是仇敌，为什么来你身边送死？这厮怎么还有真化 buff 这种技能？你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指定是石千缕的手笔。告诉我他在哪里。你休想逼我出卖他。你听好了，你叫廖廷艳，你是我的道侣，和那个姓石的半点关系都没有。石千缕想让你叫他爹，他配吗？他只不过是想利用你来对付我，你明白吗？道侣，
你确定不是仇敌吗？吗？这个角镯是用来困住我的吗？它是用来保护你的，那外面的结界是怎么回事啊？也是如此。如今，你有了这法器，外面的结界便无需存在了。这个防御角镯能抵抗所有人带给你的伤害。所有人，也包括你吗？可是，灵火能烧任何东西。世间有什么防御法器能抵御住灵火的灼烧？它能。18年前的事，不会再发生了。那我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？那谢了。
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愿意相信我的。他对我身体的原主，是不是有点太爱了？你的术法越来越厉害了，偷偷练习了？哪有？少来！我知你最爱提升功法，再来。谁爱呀？还不是被逼的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来。天色已暗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我去外面查探是否有防备松懈之处，为我们日后离开做好准备。好。风姐这小子怎么不听劝呢？让他走又不肯走，每天跟打了鸡血似的找我练功。我练功是为了自保，不是喜欢呢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我怎么就拒绝不了他的请求呢？我怎么好像来过这里似的？你想起来了？没有，就是隐约感觉，好像在梦里见过似的。那不是梦，这里是我们初识的地方。好累啊！走不动了？师祖，弟子斗胆问一句，我们爬这么高，是要干嘛去啊？不做什么。那时候你登上这高塔，差点累得在这楼梯上坐下。彼时我还没有遇到过比你更弱的人，连我养的蛇都要比你强上100倍。如今你爬这楼梯，也不会那么累了。我结阴期的修为，爬个楼梯还是没问题的。我知道，即使不累，你也不喜欢。
你向来喜爱精致之物，这些灯是我把它搬过来好心添上的，你可喜欢？哦，魔域的东西都讲究实用，极少见到这么美的。你若喜欢，我便每日为你点亮这些花灯。阿燕，说真的，我什么都会，像酱肘子、冰糕、点心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真的吗？啊，哎，你会这手艺，胭脂台做护院，太可惜了吧？我娘说过，这再好的手艺，拿来做了生意，也就变味儿了。伯母不是普通人吧？你说的这些东西，寻常魔域人家别说吃了，恐怕见都没见过呢。是啊，你难道是什么名门望族之后？我倒希望我是名门望族之后，这样也就不用忙于生计了。也是，我若是名门之后有钱有闲的，早就去避世隐居了，哪还有那么多烦心事啊？你想去哪儿避世隐居啊？这是我和阿燕的小秘密。阿燕，你现如今还想去过玉雾吗？总要先弄清楚事情真相再说吧。吓死我了！你俩怎么来了？我出去找到我爹，弄清楚真相就回来了。你都走了，我们留这干什么？现在关键是，咱要怎么走呢？依我看，用灵术飞出去。不行，司马娇那么厉害，万一感应到我们用灵力就不好了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躲过守卫的视线？找找狗洞。本姑娘可不钻。没想到在师祖手底下办事儿，也敢这么偷懒。天助我也！走，走。快！风起将那韩瑜从司马娇身边带走了。是，我们的人一直都在关注着风起的动向，亲眼看着风起带着师爷还有一个小童住进了真实楼。安排下去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。是。也不知道司马娇知道我们逃跑了，是伤心呢，还是生气啊？算了，自己的事儿都没搞明白呢，还担心别人。
师祖，给燕姐姐的解庆丸全都炼好了，这回都是甜的了。嗯。可是如今燕姐姐走了，这些丹药该如何给她呢？你先退下吧。是。我们已经，过了吗？什么？你明白的。我不明白。你进入过我的灵府吗？经常。怎么回事？脑子里竟然有画面了。不行，不能乱想。他好像能听到我的心声。可是我以前的记忆一点都没了。其实你有的是办法帮我恢复记忆，对吗？嗯。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做呢？那样不是能更快地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吗？的确。但是你有你的步伐。如果我一直想不起来呢？无妨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可以重新开始。冷静。风起少爷，还是想开一些吧。何况他现在像是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寒余记忆，所以才没能与你相认。唉，可惜了这一段缘分呢。我之前受过一次很重的伤，而且之前的记忆都消失了。然后据司马娇所说，我失忆前是他道侣。他与我已是道侣。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。阿叶，当初是你救了我，
如今也是你忘了我。国师给了我活下去的机会，而你是我活下去的动力。该被你想起的人是我。师祖，这里的花草树木的确有问题，你们看，像是受了魔气侵蚀。那我体内的寒气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听风气说，我是这里长大的寒鱼。难道说，最近我体内寒气旺盛，是因为受了此地的影响？他当真说，你是在这里长大的寒鱼？对，又是寒气又是魔气的，这古雨雾好歹也算是魔域的一处洞天福地，这怎么比外面还要复杂？洞阳真人和这些仙族的弟子也都居住在这里，他们不可能找一个是非之地住下吧？除非我师父跟这里的人骗了我们。可师祖之前就用真言之事问过他们了。我说过，真言之事是能让人说出事实，可并非毫无漏洞。什么意思？我刚才问过他们关于仙府的事情，在细节上，他们和真的洞阳真人有出入。你可还记得是千度之死？洗魂术？难道是石千缕搞的鬼？他为这里的人都洗了魂。庭燕莫名复苏的寒气，应是源自宴席上的食物。那时起，我便怀疑这里的古怪。这鸭肉着实好吃，而且似乎很滋补，有一种身体都恢复了能量的感觉。而我进入古雨屋后，身体愈发不适，想来是寒气通过庭燕的脚灼影响了我。能极大程度调动你的寒体，又对此处万物花草无孔不入地产生魔气的侵蚀。放眼整个魔域，只有一处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哪儿啊？你是谁？还是被识破了。你是何人？石千缕的洗魂术果然高超，你们竟然忘了自家的主子！见过鬼爷。我们来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古雨屋，而是魔域的中心——白骨渊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，究竟是谁这么处心积虑地把我们骗来此处？能在白骨渊翻手为云的，除了魔主和明丽之外，别无他人了。国师啊，这司马教倒是不容小觑。这古雨雾乃是我们联合石千缕的洗魂术，一起缔造的幻境，
可谓天衣无缝，如今也被他识破了。无妨，既已引得司马娇和廖廷燕来到白骨院，那么一切尽在我们掌握。没错，那条韩愈还带着他的护心蛊所做的防御法器，定不会料到您这一石二鸟之计。韩愈带着护心镯，韩妾便以此镯反噬给司马娇，令其功法大大受限。若是韩愈想救司马娇，而脱下护心镯，就会给我们留下机会落入我们手中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将廖廷燕带来此地炼化灵石，我们便可一举击杀司马娇驱邪。你怎么了？师祖，你怎么样？无事。想必明里的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，你先随念九离开这里。魔域的人恐怕会倾尽全力对付你，你一个人怎么能够？我去接应红罗，念九与你同去。我现在比以前厉害了，你别小瞧我。况且我还有你送我的脚镯呢，不会有事的。好，等我。有刺客！出家！果然来了。果然，你故意走林间是为了引人来行刺的。好武功，要是我不靠术法，只靠拳脚，还真不一定能打赢他。原来这祖宗一直在扮猪吃虎。这司马娇竟然来人间做了护国皇帝，想必是为了阻止我打开九幽炼狱，放出我的魔兵魔将。小心！这廖廷燕动作倒是快，竟在人间与司马娇会合了。有他保护司马娇，这问题倒是有点棘手了。又差点忘了，谨慎用术法，安分做凡人。留活口！区区人间招数，还想伤我？你怎么样？太医，微臣在。
燕夫人受了如此重伤，怎么看着……好痛！你的血怎么止住了？姑刚刚明明看到你受了那刺客一剑，血流如注，怎么片刻功夫，这伤口便好了？陛下八成是看错了，我不过是被划伤了一下，看着吓人了些，其实并无大碍。微臣去给燕夫人清理一下伤口。若他是南燕侯的人，定恨不得杀孤儿后快，方才却出手相救，看来并非南燕侯之人。那这妖女来我身边，究竟所图为何？不过是动用了些许灵力，这副没用的身躯。司马娇，若不是你，我何苦需要用他人之血来维持功法？此等仇恨，我定会一并回报给你。这什么情况？倒是个送上门的好机会。完了。这下司马娇非得把我挫骨扬灰。你这些年都跟谁在一起？一个叫石千缕的老头，我管他叫爹。石千缕，你叫石千缕爹，他都对你做了什么？给我洗髓，教我杀人。你为什么不回到我身边？我与你是仇敌，为什么来你身边送死？这厮怎么还有真化 buff 这种技能？你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指定是石千缕的手笔。告诉我他在哪里。你休想逼我出卖他。你听好了，你叫廖廷艳，你是我的道侣，和那个姓石的半点关系都没有。石千缕显儿你叫他爹，他配吗？他只不过是想利用你来对付我，你明白吗？道侣，你确定不是仇敌吗？
方才是我太心急了，我不会再逼问你。他为何对我这般温柔？无妨，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情况有点不对劲，我得先观察观察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你这个野娘们儿，竟把老子的兄弟给杀了，还对师祖动手动脚！我杀了你！把杀人者交出来！这是我们智魂氏的家事。1000年之前，是我们知魂氏建立了这个东城。虽然这城现在是您的地盘，但是死者是我们的族人，就是我们的家事，所以杀我族人者应该交由我们知魂氏来处置。救出来！救出来！救出来！那就不巧了，此事也正好是本城主的家事，不然就按照你们魔域的规矩来，谁厉害听谁的，如何？你杀过人了？杀了又如何？若不是你卑鄙偷袭，就凭你结印的修为，不可能杀得了我兄弟。竟从炼虚退回了结印，难道是那时伤到了？是祖师娘们！他是不是太维护我这个仇敌了？你为何事杀人？我的好姐妹惨死在那2人手中，我要为她报仇。我曾经逼你杀过一回人，你又哭又做噩梦。怎么如今被石千缕迫害成这个样子？这个世道，不杀人怎么活？我答应过你，以后不会再逼你杀人，也不需要你再杀人。我绝不食言。今日之事，我会为你处置外面那些闹事的人，不用你动手。冤有头债有主，那2个泼皮已经死了，但他们的族人是无辜的。可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愤恨还并未消散。如果你只是想杀了那2个已经死了的人泄愤，我可以将他们复活，让他们再死一回。如果你能复活他们，是不是也能复活红罗？如果你想，便可以。不过你这朋友已经没有了肉身，我只能用击魂脱生之术，让他重新出生。重新出生，那就不是复活，是投胎转世。不一样，击魂脱生之术能让你尽快看到他，并且在他出生之后，能够拥有从前的记忆与感情。之前的死亡，就如同一场梦一样。太好了，我能见到红罗了。这红罗对你而言，
如此重要吗？嗯，他是我在魔域最好的朋友，是这些年来唯一真心待我的人。谢谢你。我也曾真心待你。不记得没关系，你还在就行。城主，这师祖怎么还像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人？什么外人？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更是师祖娘娘。师祖娘娘？拜见师祖！请师祖将杀我族人者交由我们知魂氏来处置。那知魂氏闹出的人命，又该算到谁头上？师祖没有找你们算账，已经非常仁慈，还不快走！去把石千里抓回来。石千里，他又做了什么？要活的，不能让他轻易死了。是。师祖。别看了，走。你为何跟来？师祖，是不是庭燕不小心弄伤了您？您的手，我还是叫白竹过来为您包扎一下吧。不必。包扎了又有何用？师祖，自从您融合了2簇灵火之后，功法至强，但反噬也越来越大，伤口更不易愈合了。你少废话。我要行祭魂脱生之术，你在旁为我护法。师祖，这样对您的损耗太大了。您前不久还取了护心骨，为庭燕制作了防御镯啊。我自有分寸。好。弟子为您护法。司马娇如此维护这个阿燕，竟然还纵许他人唤她师祖娘娘，你们可看清了？看清楚了，就是那阿燕。司马娇对廖廷燕用情至深，怎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新欢？恐怕那阿燕便是廖廷燕。太好了，只是东城现在已经是司马娇的地盘，须得想个法子，让廖廷燕离开东城，才方便我们以他练气。你一直都与那常家大将军的遗孤有联系吧？是。如今他已化名为风起，在贺县城做些看家护院的活。按您的吩咐，我也会为他派一些散活。他与那阿燕关系甚好。是时候派上用场了。
国师，风起已经动身去了东城。好，我就知道他对那条寒鱼念念不忘。幸亏当初我们没有告知他，那条寒鱼救风起是按照我的命令行事的。且去的时候已经被抽去了七情六欲，即便是找回了记忆，也不过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刺客。如今凭着他对那条寒鱼的执念，或许可以将廖廷燕从司马娇的身边带出来。那国师可要将廖廷燕的下落告知魔主？你觉得他在乎吗？属下多嘴。如今最要紧的是风起这步棋。先魔主油言来日神魂归位，还需要长家之后协助开启血祭阵法，务必盯紧风起的行动。虽然需要他带出寒雨，但也不要让他有任何的闪失。是。司马娇没必要骗我，他大可以直接杀了我。难道他真的跟我这元神有一腿？怪不得我爹不愿意给我恢复记忆。那诗燕跟司马娇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是对有着世仇的苦命鸳鸯。不是，司马娇说我姓廖，我爹说我姓施，那谁说的是真的？燕姐姐，我可以进去吗？燕姐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你果真如我娘亲说的一样，好亲切啊！啊，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新衣服，你快把你身上这身脏衣服换下来吧。你是？我是周月清，周青儿的女儿。燕姐姐和师祖18年前救过我一次，如今就说你们和我最亲了。为何说我们与你最亲？燕姐姐果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与师祖同为凤山血脉，师祖就如同我的亲人一般，而燕姐姐和师祖是道侣，便是我的亲人了。我真与他是道侣？我娘亲说了，燕姐姐和师祖最是般配了。那你可知我当年的名字是什么？廖廷燕。哎，那个不能放那儿。他们的口风为何如此一致？难道是司马娇找人来连伙骗我？他图什么呢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师祖娘娘，师祖让我们布置的热闹些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我不是师祖娘娘。这直接布置婚房了。司马娇要同我结婚？我猜一定是这样的。那我要赶紧为你们的婚礼好好准备一番。快走快走！好什么好啊！我爹要是知道了，不得气死啊！我带你去见个人。姑姑，不要这么叫我。我们施家没有你这样的叛徒。在我面前，你还敢胡言乱语？有话好好说。你先放开他好不好？
我要带你亲眼看看真相，看看施家是如何蒙骗你的。你这个死丫头，害死自己的哥哥，现在你还要亲眼看着我为你丧命吗？你还不动手杀了他！看真相可以，但你能不能答应我，无论怎么样不要伤害他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怎么会这样？妹妹，兄长，跟我走。可是爹那边，爹那边你不用管了，有我在，你快走，这交给我，你快走。兄长，你不要管我，快走！记得杀了司马强，为我们施家报仇。兄长。停业。这是在给我杜修为疗伤。爹竟然不惜为我耗费寿命。有人篡改了他的记忆。可这些不是你让我看的吗？姑姑，你答应过我不伤害他的。我方才行搜魂术时，已为他护住了神魂，我没有伤害他。我现在很乱，你让我想想。庭琰，我不是你的廖庭琰，我也不想做廖庭琰。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好。
谁派你来的？国师。抓他做什么？我不知情。此事风起知道吗？不知。魔域的国师抓庭燕做什么？昨日怎么睡得如此沉？因为有人给你们施了昏厥的术法。彼岸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刚说的那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留宿的那家真实楼的老板，在你们房中的檀香动了手脚，想趁你们睡着之际对你们下手。幸好师祖及时赶到了呢。红罗跟风起呢？燕姐姐，你放心，师祖知晓你在乎他们二人，把他们二人一并救了回来。燕姐姐，你关心别人，却不关心师祖，我替师祖感到难过。我如今分不清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也不知如何面对他。那你先别管那些，真心总是做不得伪的吧？燕姐姐，你看，这些解清丸都是师祖用他的血为你炼制而成的，就是为了能够提升你的修为，强健体魄。司马教应当知道，我若提升了修为，便能进入灵府知悉当年真相。他竟不怕我知晓吗？若司马教说的是真的，我爹说的岂不是假的？那我这10几年都是假的吗？廖廷燕身上居然还有那等防御法器。是啊，此法器还有司马胶的灵力，想必定是那司马胶将自身的护心骨融入其中了。国师啊，若是此物在，即使接下来风起将他带到我们身边，我们对他也束手无策呀。那等法器，非旁人能轻易摘取，得想个巧妙的法子，让廖廷燕自己将那脚镯给摘下来。诗千缕那边情况如何了？回国师，我们查明，诗千缕曾对其妹施以洗魂术，把人送去司马胶那里，使了一招离间计，却似乎未能得手。洗魂术，他竟善此独门秘法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暂避一偏僻宅中，躲藏度日。看来诗千缕是时候派上用场了。我刚才买回来，在门口碰见这人，说要见你。小的名为恒林，拜见师祖娘娘。
你不是黑市那个知道古雨雾在哪儿的人吗？你来这儿干嘛？听闻您来了东城，我便也找来了，贸然前来求见，邀您前往古雨雾。你现在找我也没用，去古雨雾的路费我还没凑齐呢。阿燕，你说的避世之处便是古雨雾啊？没错。之前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您竟是此藏道君的道侣，这才按一般的规矩开口要到2000魔石。尊师洞阳真人也在古雨雾落脚，他得知您意在魔域，特地派我来前来相邀。洞阳真人，我师父啊？没错。见过师祖。那个什么真人，我跟他的关系怎么样？他从前对你并无恶意。师祖娘娘，若是2位能够赏脸前来，乃我们古雨雾的一大幸事。我们可以去度假了，真好，我也能跟着师祖娘娘沾沾光了。我自是会陪你同去。跟我来吧。你们看那些人，这外面的人都是怎么美、怎么仙、怎么来，可是这些人看上去挺惬意的，真是个适合隐居的好地方。彭林回来了，带了这么多客人呀？回来了，他们可是咱们的贵客啊！啊，请进，请进，来几位，这边。你来这儿玩。你看这个。哇，这里的花好好看。是啊。哎，长这么高了，我看看你，走，你也长，走，我们去这边。来，看，给你们带了好吃的。有什么好吃的？有，都有，谁想吃？看风起这一副如鱼得水的样子，你看他根本就没把你家师祖放在眼里。这风起一到古雨雾来，就一直在庭燕面前表现。师祖，我们带庭燕走吧。这时候才不能走呢，这时候走了，不就摆明了在向风起示弱吗？懂不懂啊？你不懂就别瞎出主意。聒噪。来，我们一起玩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吃吧。别急，还有很多呢。我尝尝你的。来，这还有。拿好啊。庭燕徒儿。这个给你。拿这个。慢点吃。竟真的是你。来，我给你擦擦。您就是我师父哈。这才短短18载，你竟将师父我忘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之前出了点事儿，以前的事我都不记得了。廖师妹难道也忘了师兄我吗？你过来帮帮我呀！说句话。弟子与庭燕徒儿久别重逢，甚是激动，竟未发觉师祖也驾临此处，有失远迎。之前弟子与门人走散，携长青徒儿逃亡至此，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再见师祖。东阳，发生何事了？几位物主，我把慈藏道君和他的道侣请来了。拜见慈藏道君！拜见慈藏道君！慈藏道君是谁啊？我也不知。慈藏道君远道而来，可是有要事要办。我只是陪庭院来度假的，不必如此惊慌，请起吧。度假，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。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。简言之，度假。度假。好词，好词。那，敢问师祖，这次在古雨雾打算待多久呢？看他心情。道君，诸位，请容在下带诸位先稍事休息。晚些，我们将设宴款待各位贵客。不过古雨雾不比外界，只有些普通的蔬菜、水果和牲畜，招待不周，还请各位贵客见谅。那不如我们一起吃烧烤吧，正好我有好多烧烤架，大家就带一些自己种的、养的菜跟肉就好了。既然徒儿说了，那便召开烧烤大会吧。
师祖，您意下如何？听师祖娘娘的。那弟子就和几位物主一起先去准备了。是。你这人也太浮夸了吧！好了。好冷啊！今日并不冷，他为何总会感觉冷？他体内怎会有如此旺盛的寒气？这寒气又是从何而来？你想干什么？这些是我在仙府弟子的药谱里面强扭的瓜，可甜了，尝尝吧。甜，是甜，是不是？不过，我不稀罕，你能怎么样？等等，这是要送去哪里？哦，是送去师祖娘娘屋里。师祖娘娘觉得咱们古雨雾的花草与外界不同，十分好看，上面便安排我给她送过去。你就这么摘了，直接送去啊？是弟子一时大意，不经过一番处理，怎能送去？咱们待客的规矩你都忘了吗？是谁？小心！原来是师祖娘娘的朋友。你刚才说要处理一番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些枯枝野草要经过一番修理，才好作为送给师祖娘娘的礼物，这是待客的规矩。这破规矩谁定的？这我不太清楚，但向来如此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看这位弟子摘的花很是好看，我想就这么送过去，你们的师祖娘娘也会很满意的。对啊，庭宴也没有那么讲究吧？师祖娘娘不讲究，但我们的心意还是要到位才好。这仙府的规矩真是臭讲究，我一个魔域人当真是不理解。我看和之前一模一样，不就是多此一举吗？不管了，那就不打扰二位了，告辞。走。睡得可好？不好，感觉好冷。昨日我离开后，可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？昨日没有啊，就突然觉得好冷。风起跟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什么我以前来过这里。
我去找他。怎么了？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不会是想去找他打架吧？你突然愈甚的寒气，我怀疑并不是偶然。此事透露着诡异，恐怕风起隐瞒了我们一些事情。我用真言之事探一探便知。别，你跟风起本来就有矛盾，我怕你俩再吵起来。有什么要问的，我去就可以了。你一个人去？可以的，放心。